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1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拜登版科技战，加码封锁华为5G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彭博社的报道，他说腾讯是下一个金融监管对象啊。那么如果有时间啊，我们会讲一下这个中国政法大学有个教授。他开了门课啊，这门课他上得很伤心啊，我要讲一下这个故事啊。那么先说拜登版的科技战，路透社跟彭博社今天都报道啊，说这个拜登政府准备这个星期公布一个政策，进一步限制向华为供应用于5G 的网络产品。那么这个措施呢，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拜登政府将会把科技领域作为中美竞争的主要战场，科技战不仅不会缓和，而且正在升级啊。那么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做一个回应啊，说这个中方多次表明严正立场啊，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不择手段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严重违反市场经济和公平原则，然后当然非常生气啊。他说，美国是一个不可靠、没有可信度的国家啊，这已经有就是很痛了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彭博社这么报道，他说，拜登政府已经通知一部分华为的供应商啊。那么收紧以前批准许可证的条件，那么禁止向华为出口，跟5G 有关的这个零配件，5G 装置有关的零配件，包括半导体、天线和电池啊。5G 这个禁令本周生效啊，今天已经星期五了，那也就是已经生效了啊。那么在此之前呢，有一些申请，就是说向华为供货的这个供应商是获得了一些5G 的许可证，但是另外一些供应商就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啊。川普政府是2019年9月15号把这个华为列入这个实体清单，规定美国公司或者或者是外国公司。它只要它的产品有10%，原来是25%，后降到15%啊，用了美国的技术或者用了美国的配件，那么或者是用了美国的知识产权的时候，那么它在向华为供货的时候就要申请许可证啊。那么拜登政府的这个举动表明，他会继续推动川普的这种出口管制啊，也表明美国政府啊，就是拜登政府正在落实他对华强硬的政策啊。商务部长雷蒙多本月初曾经说过，他说美国会充分的发挥实体清单的作用啊。那么这件事情对华为有多大的影响呢？这件事情对华为将会产生沉重的打击啊。那么，华为的情况是这样啊，美国说的5G 配件或者5G 业务，不仅仅讲的是什么？不仅仅讲的是这个运营业务啊，不仅讲的是5G 这个运营业务啊，基站这些啊，而且包括5G 手机的芯片。那么你要知道，现在手机行业竞争最激烈的就是 5G 行业，5G 手机啊。那么另外华为的 5G 业务啊，它的基站 5G 基站，它其中有一个核心的是什么？就是芯片。华为 5G 基站的芯片叫天罡，用的是什么呢？7纳米的制程啊。那么台积电在禁令生效之前是给了华为200万颗啊，够它用1年多的时间，但这1年很快就过去。如果后续没有新的这个
这个芯片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华为就没有办法推广它的5G 业务，因为你没有5G 基站的，你没有芯片，当然你就没办法做这个5G 基站啊。那么如果他买不来，也没办法让别人代工的话，那他只能自己做了。那么就像三星、英特尔一样。但是如果华为自己建芯片厂，设备怎么办？他还是要买设备，但问题是不卖设备给他，他也没办法建。华为现在肩负的中国的5G 叫5G 的使命啊，中国的5G 使命是什么？中国希望在5G 这个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成为全球5G 的这个主要的供应商。华为肩负的这个使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在5G 这个业务当中，华为的5G，第一，海外市场出不去啊，美国全面打压华为的5G 业务，所以华为5G 从去年的春节之后，它没有再增加一家客户啊，它没增加海外客户，没增加过一家，所以它基本上海外出不去，这是一个。第二个，国内市场大量的铺货，华为跟这个中兴通讯在竞争国内市场，那么国内市场它铺了很多的货，铺了很多的货呢，款收不回来，因为现在的电信供应商、电信公司在亏钱，5G 行业大出血，那么大出血，他就没办法给华为回款，所以海外出不去，国内呢款收不回，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措施一出来，它电池、天线还有芯片不让卖给他，那他零配件进不来啊，所以他现在这个5G 业务就非常的困难啊。那么华为呢，华为是做通讯业务起家啊，通讯网络啊，程空交换机，包括这个网络交换机等等啊，起家，就是主要的对象就是对标就是 Cisco 思科啊，然后就延伸到哪里呢？延伸到这个手机啊，延伸到手机成为什么呢？手机成为华为的现金流和利润中心啊。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当美国开始制裁华为的时候，华为买不到芯片，所以华为的手机业务一落千丈啊。今年应该是它的存货就应该不多了，它之前囤了很多的芯片。那么禁令一生效啊，去年9月15号开始，它就不会再有芯片的，芯片的进货了。那它就在用存货，所以它卖掉了它的一个子品牌卖掉了啊，回笼一部分资金，集中现有的业务啊。那么应该没有意外的话，今年华为的手机将会下跌60%左右啊，甚至超过60%。那这是一个巨大的下跌。然后 5G 这一块，如果再限制它的各种配件的话，它的 5G 的供货又会出现问题。所以这样一来，华为面临的局面就非常的困难。去年其实从去年他都开始进行一种隐蔽式的裁员，就是把那些工龄比较高的人啊，比较贵的人开始慢慢的陆续的就是裁掉啊，就是工龄比较长的这些，在华为时间比较长的这些人开始逐步的裁掉一部分，但是他的方式就相对比较柔和，外界没有注意。但是我想，如果是 5G 这块再出现这样的局面的话，那么它可能需要大规模的裁员。你要知道，华为有19万人啊，而且这19万人是中国基本上是最贵的科技人员。华为给出的薪资条件非常的好，所以它的人力成本压力非常的大。你想一下，现金流业务被控制住啊，大幅下跌。
然后5G 押宝，华为是押宝在5G 上，弯道超车嘛。然后弯道超车，一方面海外出不去，另外的话，国内这个款回不来，他铺了那么多的货，他有非常大的财政上的压力，新的业务找不到啊，新的业务找不到，那怎么办？10几万人、19万人的这种高级别的科技人才啊，那么这个业务这个情况就是非常的危机。如果华为不尽快的大规模的裁员的话，它将会面临这个破产的危险啊，所以它要断臂求生啊。现在就是华为的情况啊，这是第一件事啊。第二件事，拜登政府啊，新闻第二条新闻是什么？拜登政府将会在这个月底实施一个新的政策。这个规定啊，这个规定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政府将对技术交易进行管制啊。技术交易进行管，当然这主要是针对中国的。这个技术交易管制的规定呢，其实是川普政府去年11月份提出来，但是他没有实施，他提出来了，就是技术交易管制啊，就是说政府要审查美国的企业出售技术的这方面的内容啊。如果商务部当然我讲的是商务。如果商务部在审查这个技术交易过程中发现这个交易会影响到国家安全的话，那么就会阻止这个交易，就 停止这个交易。这是这是拜登政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啊。那么虽然科技也好，电信也好，金融也好，这个行业各个行业在它开放提意见，让大家提意见。那这些行业就出来说你这个不对，你这个政策会扼杀创新，损害竞争力啊。那么而且外界都在估计说，认为拜登政府重新审查，因为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把所有的政策全停下来啊，我们要审查一遍。那么外界一直在认为说这个政策可能审查过程就会推迟实施或者是不实施，但是拜登政府已经明确表示要推动这个政策啊，而且政府官员呢就给这些商界呢就一些暗示，说我们不会大力，我们在执行这个规定的时候会有所保留的啊，你就不会大力执行的啊。但是企业代表说你这个规定有2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什么？第一个后果是令这个企业有巨大的成本，就是合规成本，就是我要把这技术出售出去的时候，我要符合这样的规定，我要检查，这个合规成本很高，这第一个。第二个，让技术交易存在不确定性，就我卖不卖得成我不知道，万一不小心这个给商务部阻止的话，我这代价就很大，特别是针对那些中小企业。这件事情呢，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商务部的发言人说3月22号之前你们还可以提意见，3月22号之后我们现在的规定就会成为最终的规定，就是要实施的了。这件事情影响最大，所有的科技战当中，从川普政府启动科技战到现在，这个规定是最有杀伤力的，这是个杀手级的规定啊，杀手级的措施。为什么？大家知道，全球的高科技的生态环境的核心在美国啊。那么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从欧洲也好，从日本也好，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讲的是中国大量的技术源头来自美国啊。那么从2016年开始中国的风投行业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在2016年之前，你创造一个商业模式，你可以融到钱。你比如说我想到用这种方式建立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我写一个这个商业计划书，然后我甚至开始注册一家公司，先小规模运行一下，
我能够融到资。2016年之后，这种初创项目已经拿不到钱。哪些项目拿到钱？我研究，比如说我研究一个指纹的这种扫描，这种扫描不用碰到这个接触面，我就能扫描到我血液里面的跳动，通过血液的跳动认定这个不一定是这个指纹啊。比如说这些技术才能够拿到钱，就是技术的创新才能拿到钱。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改变。这个改变之后，你可以看到，而这些项目从哪里来？不是从中国来，都从美国来。美国的中国很多的企业跑到美国找这种小型的公司或者小型的项目，看着样子不错，和我们现在流行的差不多，把它买下来，拿到中国去继续开发，继续孵化到一定的程度，让它上市。很多中国的企业是这么来的。所以我经常讲，美国的生态环境，美国的科技生态环境才是美国高科技的核心竞争力。为什么？它把大量的技术吸引到这边来，然后又从这个地方辐射出去啊，影响非常的大。如果美国实施这个政策，意味着什么？中国就买不到这些项目了。买不到项目，这意味着什么？有2个影响。第一个，中国新兴的科技产业就没了源头，你怎么走？源头切断了，因为买不到啊。当然你说盗窃那是另外一回事，盗窃呢可以，但是你现在不好盗窃，现在盗窃已经不容易。为什么？小偷偷东西是以对方没有留意为前提，如果对方又装防盗门，又装防盗网，又装警钟，你不大容易偷东西了，所以不容易，那你就直接就抢了，那就是。所以这个很关键，这个影响非常的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现在的风投行业没了标的了，你投哪儿去啊？你找不到项目了啊！这个措施非常非常厉害，非常凶猛，影响深远。你3、5年之后，你就看到中国跟全世界的这个科技发展会慢慢出现脱节啊，这个很厉害啊，这是一头啊，这是一头。然后是什么呢？华尔街日报又在报道一件事情，说这个拜登政府正在推动一项务实的工作，让美国和很多的国家联合起来啊，共同研发技术，寻求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和其他这个影响这个经济、军事的技术啊。那么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盟友的初步对话已经开始啊。那么不过这个会需要时间比较长。那么他的报道是这么说，他说美国的这个战略包括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进攻，第二个部分是防御。进攻的部分是什么？进攻的部分就是通过美国和盟友的共同努力，让科研的研发开支远远的超过中国啊。那么现在中美之间的这个研发预算基本上差不多了，中国已经追上来，那么要把这个预算投入提高啊。这个其实在拜登就任典礼上，他的发言已经说过这方面的政策了啊。这是进攻方面，就是提高投入，增加投入啊，这是一头。另外一头防御就是美国和其他的国家的联盟协调政策，阻止中国获得关键的技术啊。那么美国的一个高官说啊，就美国上述的科技战略将与不同的盟友组织合作，包括7大工业国，就 G7 啊，大多数工业强国，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国家。这些想法被称为民主10国或者是科技10国啊。那么拜登政府针对中国的这几主要的领域包括什么呢？包括
科技标准，这个很重要啊。科技标准、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5G还有监控技术的规则。然后他说这个清单会大幅缩小，说到一些关键部分啊。那么因为这个清单太长，战线太长，其实没有用啊，要把这个战线缩得很小，然后把这个控制的规则定得更高，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小院高墙。我们之前介绍过，就是拜登政府的在科技领域的战略就叫小院高墙，把这个关键技术的清单缩得很小，然后把这个规则定得很高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那么中国方面是怎么回应啊？中国方面核心的你可以看什么？十四五规划它是这样，它是设定了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从2021年到2025年，中国的研发开支每年增长7%以上，这是一个。第二个，然后就是定出7个关键的战略领域啊，包括什么？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集成电路就是芯片，基因技术啊，就是生物科技。生物技术，神经科学、航空航天啊，这7个领域啊。那么中国会设立国家实验室，加强学术项目，孵化一些新的技术出来啊。那你可以看到，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这个竞争或者冲突将会越来越愈演愈烈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得多。那么下一阶段会发生什么呢？下一阶段我相信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你可以看到美国在开始推动一些政策的发生啊，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是彭博社。彭博社说这个腾讯是下一个金融监管的对象啊，但是新闻是什么呢？新闻就是市场监督总局追责2017年以后的这个并购案，10个并购案。3月12号，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官网披露了10个互联网领域的并购案。这个并购案呢，违反了什么呢？违反了这个违反了反垄断法啊。反垄断法里面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实施经营者集中，就实际上你市场占有率扩大到一个某个程度的时候，它就违法了，它是个这样的规定。那么这个案件10个案件包括谁呢？腾讯、百度、美团、苏宁、滴滴、好未来教育啊，总共是这10家企业啊。那么这10家企业罚款50万啊，这50万倒是不多啊，12家企业啊。那么市场监督总局认为这10起案件构成了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啊，但不认定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所以呢处50万的罚款。那么这个交易，这几个并购案发生在2017年到2020年期间啊，那么具体的案件我就不念了啊。那么其中呢有2起是合营案件，就2个人合并合作啊。那么他就罚2家，你们是合作啊，那我就罚合作双方。那么剩下的其他的呢就是并购啊，收购，一个收购另外一个业务，那就罚谁呢？罚收购者。然后呢，市场监督总局现在还在调查虎牙跟斗鱼的合并案啊，就不在这清单里面啊。那么反垄断法的第48条规定说，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实施集中的，由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实施，限期整改啊，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也可以处以50万以下的罚款。但是他这次没有就是说让他恢复到集中之前就是你原来交易无效，那你收购了它，你就不再收购，让这业务再拆开啊。那么
市场监督总局呢就说，现在呢就是影响很大，如果你把它再拆开的话，影响很大，所以呢就罚钱吧，只罚50万，大概是这样。那我们就不展开说这个了，我们还是讲这个腾讯啊。彭博社的今天的消息就说呢，说其实呢这50万只是象征性的罚款，而且这仅仅是开始。他说呢，腾讯可能是下一个金融监管的目标啊，因为什么？因为腾讯金融科技业务在2019年收入是840亿啊，840亿相当于130亿美元，收入占总收入，它占它的总收入的22%，相当于蚂蚁集团全年收入的70%。所以呢，现在呢，政府呢把金融监管的目标，之前蚂蚁集团出现的情况是什么？蚂蚁集团出现的情况就是，监管机构认为蚂蚁集团其实它进行了大量的金融业务，但是它是以科技公司存在的，所以它不被金融监管，所以它蚂蚁上市就被暂停。暂停之后呢，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包括中国证监会派工作组进驻蚂蚁集团，然后要求蚂蚁集团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把蚂蚁集团的属性由科技公司转为什么呢？转为金融控股公司。因为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定更严格、更严密，那么这件事情其实拉锯了很长时间。中间的目标是谁？中间的目标就是马云。所以马云有一段时间没有出来，后来他出来了说明什么？蚂蚁集团已经接受了这个要求，就是说蚂蚁集团会从金融控股公司变成从科技公司变成金融控股公司。接受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的监管，这个监管非常的严密非常的严密。这是一个随时跟你要报表，要很多，一个月要很多的报表这个监管非常的严密。彭博社的新闻其实讲的是什么？这件事情也会发生在腾讯身上。腾讯跟阿里巴巴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马化腾和马云马化腾跟当局的关系似乎比马云要好得多当然，马云核心的问题是什么？马云核心问题是跟上一届的政府关系更好一点，就是江家关系更好一点，所以这是他现在的一个包袱。那么昨天我们一条新闻说，阿里巴巴这个叫什么？这个市场监督总局准备给阿里巴巴一个天价的罚单，这个罚单会超过60亿。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之前的反垄断调查，就是2选12选1是阿里巴巴将面临一个天价的罚单中间还是针对谁？还是针对马云。所以马云其实这关之前我们说马云看上去这关过了，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关还是没过。这关的说法是什么？要马云和阿里巴巴切割。马云如果不跟阿里巴巴切割，阿里巴巴会收到一个天大的罚单。但是如果阿里巴巴跟马云切割了，那阿里巴巴这个罚单可能会更柔和一点。这是昨天的新闻。那么今天的情况就是腾讯将面临蚂蚁集团的同样的处境，就是说监管机构可能会要求腾讯把它这部分就是金融科技的业务也变成金控企业。那在这个领域呢，我相信马化腾就身段更柔软一些，所以我相信马化腾可能会非常痛快的接受，行，你说咋就咋，就转过去了。所以应该大体上方向是一个这样的方向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刚刚看到的一条新闻，3月12号晚上这个
36氪是一个新闻网站，报道说蚂蚁集团向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向他的企业内部发邮件，说蚂蚁集团的 CEO 胡晓明，花名叫孙权，将辞去蚂蚁集团 CEO 的一职，未来全面牵头阿里和蚂蚁的公益和社会责任工作。那么胡晓明离职之后，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 Eric 将兼任蚂蚁金服的 CEO 啊。那么蚂蚁集团的回复给36氪说，情况属实，董事会基于个人意愿同意这一请求，感谢胡晓明对公司的努力和付出。那蚂蚁集团去年到现在面临了一系列的变化，结果是胡晓明出局是一个这样的情况。胡晓明是2005年6月加入这个阿里巴巴，14年出任阿里云的总裁，18年出任蚂蚁金服的总裁，19年出任天弘基金董事长，蚂蚁集团的 CEO 是这样大概是这样。我本来准备讲这个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的这个故事，今天就没有时间了。好像我最近一直都准备过多好像是不是语速又慢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这一路赶路总结一下。第一个，这个拜登政府开始收紧这个加码限制华为 5G 设备那么这对华为将产生重大的打击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措施反映了拜登政府开始在科技领域不仅仅不会放缓科技战，而且会把科技战升级，它会变成与中国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核心的领域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这个川普政府去年11月制定的一个政策将会在本月底实施拜登政府将会推动这个政策的实施，就是审查这个美国科技的交易出口交易。那么当然目标主要是针对中国。那么这件事情会对中国的科技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彭博社说这个腾讯的科技金融业务有可能变成另外一个监管对象，好吗？然后就是蚂蚁集团的 CEO 胡晓明辞职新闻就这些，好吗？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提醒一下这个订阅免费。那么新来的网友请订阅，然后就是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好，明谢 Kathy Z， 谢谢 Helen， 谢谢谢谢王老师的解读，周末愉快，谢谢，周末愉快。情况，电讯移动5G 基站基本都在亏钱，一个 5G 基站一天需要65度电，到2023年 5G 基站耗电量将占社会用电量的 1.3%， 到2026年 5G 基站耗电量将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2.1%。基站耗电量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么现在中国的这些电信公司由于 5G 业务没有拓开，所以他们现在的做法是什么？把 5G 基站晚上的时候把基站关掉，只提供基本服务就没有 5G 服务了做这个动作连电费都付不起就是这电信公司的情况。台湾环球金并购德国视创，环球金将成为做一忘二的
西京原厂。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在2019年应该是最接近台韩日的时期。我认为从现在开始，中国大陆半导体落后只会越来越大。OK， 环球金并购德国世创OK， 情况 iPhone 12已经确定可以在印度生产，估计10%的产能会在近期外移到印度。中国大陆出口第一名是富士康集团，整个集团每年贡献1万亿人民币的出口额。其实我一直强调，中国大陆出口是否会衰弱，看台商。光一个富士康需要多少个产业聚落取代？非常正确。台商，一个是台商，中国出口高技术的出口基本上是3个国家，一个是台商，一个是韩国，一个是日企，这3个。那么港商早就已经完成产业转移了。那么基本上这就3个，一个是台、韩、日。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是日本台湾核心的韩国企业已经走了。三星应该是去年年底吧，在惠州的最后的一个厂子关掉那么基本上韩资企业就基本上抱团了，一走全走所以韩资已经高科技跟高科技有关的都已经走光了，这是一个。然后是日本其实是从前年就开始走，日本的涵盖的产业就更宽就是从制造业到高端制造业都在，所以日资走得更慢一点，日资走得最快是韩资，然后就是台资是去年4大电子厂回台湾。这为什么去年到现在台湾的经济非常的亮丽，跟台湾的电子厂回台有关系，关系很大然后加上半导体火成这个样子，那么台资的企业非常的畅旺，所以台湾的房地产一直在涨我估计还得涨观点：国内先纵容巨头垄断，弄死一批中小企业，然后顺理成章的反垄断，薅巨头的羊毛，这就是中国又赢了。OK， 观点：蚂蚁估值估计得掉到原来1/10以下，吃不准腾讯会怎么样，股票已经大跌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开始折腾了中共开始折腾了，这就是习近平的性格，就是红卫兵的性格，就是干什么？就是折腾，不是生产，不断的折腾你就是李克强天天讲我们要保护市场主体，蚂蚁集团不是市场主体吗？你看看这些折腾起来没够吧？是不是？你看把这些大企业小企业呢就自生自灭大企业折腾没够，中型企业干嘛？走路跑路这就是现在的前景提问：中国的反垄断法适用于国企吗？国企不会垄断吗？ CCP 不是一党垄断吗？感觉是放火的人不让人点灯。国企他得告他不告你没用他的这个法律本身就是保护国企非常保护国企，他那个国企的那些行为根本不在里面情况西安三星半导体有限公司12寸晶圆内存厂二阶段项目正在进行设备安装购入，2阶段项目建设正在稳步进行，预计2021年年中建成投产。2期满负和投产后，内存芯片产能将占到三星全球同类产品的40%，韩资并没有全部撤离。OK， 好，三星芯片厂还在为什么？知道为什么？三星
三星还是要跟中国搞好关系啊，还是有市场在中国啊。观点：如果拜登真的能够一手软一手硬，左右互搏，一手升级科技和军事战，还有民主体制会赢到最后的宣传战，一手和中共联手，共同领导全世界的气候战。虽然天真又幼稚，但希望他能做成。能做成吗？我不觉得，最终他们还是会翻脸，最终会翻脸啊，但什么时候翻我不知道。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系列的妥协，就是你一手硬一手软啊，这边合作这边打仗，那你的合作有的时候打仗你就可能打不下去吧，就是说万一这边打狠了，这边别人不跟你合作怎么办啊？这就是问题啊，是吧？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这个其实不复杂，问题也不复杂啊。提问：中国现在面临产业转型，为什么中共还不断的打压中小民间企业？这不是阻止自己的产业转型吗？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乌龟被一条蛇过河的故事。这一个乌龟被蛇抓住了，蛇说：“你背我过去，要不我咬死你。”乌龟说：“你不能咬我，我背你过去没问题，但你别咬我，咬我们都淹死。”结果这个乌龟被这个蛇背到河中间的时候，蛇照着它脖子咬一口，乌龟就沉下去的时候就问他：“你为什么还咬我？你也得淹死啊！”蛇想了一下说：“我没忍住。”中共为什么要打压这民间企业？为什么要打压这些企业？他就是忍不住啊，这是他的属性啊，他就是要斗啊，他就是要共产啊，他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啊，消灭私营企业，这是他的属性啊。为什么要这么？他就是忍不住啊。提问：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基因里面有一种抱团找中心化的质地？送餐举例，我们作为消费者总认为最优质的服务都在拥有资源最多的企业手中，像美团这些企业一下子就能在中国巨无霸化，但反观美国非常难中心化，反而出现的送餐网越来越多。我看到的餐饮业满一桌子都是送餐的终端机，各种人都在用。请教王 Sir， 中国人喜欢中心化的简单操作的心理活动，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为什么中国会出现美团一上来就变成巨无霸？其他的送餐网都会稀里哗啦全倒掉了，就剩下美团跟叫吃了吗、饿了吗？为什么这样？这里面你看到的是结果，但其实背后不是你想的那样，不完全是你想的，这里面跟谁没有关系？像这种级别的企业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字：钱。美团网也好，饿了么也好，那是海量的钱。你用这个卡车，你用卡车来装那些钱，就是每天有多少辆卡车装满这个人民币往海里面倒，你得有这样的规模的资金，一天倒一辆车，你倒一辆，我倒2辆，就这么往下倒，这个企业才能涨起来。因为中国市场非常的大。不是中国人抱团取暖，是跑到中国人的手机里面，你能跑进去，是有那么多钱倒出来的结果，所以它才能长大啊。所以你看到的结果背后中国人是抱团取暖，中国人是会那个什么，但真正让中国人去消费的是什么力量？是钱的力量。把这个软件推到你的面前，然后让你安装，让你使用，使用了1次还不够，还使用第2次，使用第2次还不够，让你天天用，天天给你打折，他干嘛？他补贴，他不断的补贴，让你形成消费习惯。当你形成消费习惯的时候，他就不补贴了，不补贴你还在每天都在用，这就是今天美团到今天的结果。这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一个字：钱。
你说的这个呢也有，但不是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提问，请问王老师，美国有没有可能借着中国国内整顿互联网高科技企业的局势，进一步把制裁扩大到腾讯、阿里？我不知道，这个无法猜测。美国到底它的科技战怎么打？我们之前讲过2点，第一点叫小院高墙策略啊，我认为从目前来看，基本上是这么走的啊，就是说，他把这个科技战的范围缩小的很小的范围，而这个很小的范围都是关键领域，比如说芯片啊，比如说刚才讲的就是技术交易，这是个关键领域，因为中国的科技其实源头都在美国，如果你不让他到美国来买这些初创的项目，那他就没有了源头啊。中国自己有没有研发？有，非常少，那风投不够吃的，那么多风投，那么多钱怎么办？这个行业面临的崩溃，为什么？因为没有标的，所以这个把这个局限，比如说人工智能，其实人工智能的基础平台在哪里？在美国。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开发全是应用层，人工智能其实是3层，一层是基础平台，基础平台在哪里？在美国。第2层是应用层，应用层就是把它变成什么？把它变成监控啊、人脸识别啊等等各种应用啊。应用中国这个投资最多，全世界最多的投资在中国应用层，然后最后是产业层，就是变成各个产业的发展。你比如说像这个自动驾驶啊，自动驾驶就是个产业，就变成一个产业层，它就变成一个这样的发展。但是你记住，基础底层人工智能的底层应用在美国，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有一天突然说，哎，我不给你用了，那你那投了几万亿的这个钱就啪就没有了，就这个问题。所以它会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但是影响非常的大，大概就是这样的思路啊。所以他会不会去在这个层面去做更多的动作？我觉得未必啊，未必啊。他会选择一些关键的企业、关键的领域、关键的环节，就有点像点穴啊，小院高墙，但点穴更小啊。那他可能会限制在一个范围啊。观点：华为手机业务未必被小米替代，小米高端机型少，目标市场差异大，很有可能是被 OPPO 吃掉一部分市场需求，也会可能回笼一部分分到苹果上。OK。观点：CCP 为了保证国企在 A 股割韭菜，优质的中国企业都不在国内上市，最多也就是香港。港股通老百姓也够不着门槛。最近中国电信马上回归 A 股，但是腾讯、阿里、京东这种稳定巨额利润的科技巨头就是不能回 A 股。这不是科技公司不想 ，A 股的 PE 比港股高很多，但是这些科技巨头一旦 A 股上市，谁还去买垃圾的国企股票呢？这是一个方面呢，这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还是，这些科技公司尽量在海外上市。他是想在海外，他首先要在海外上市，在 A 股上市是在海外上市的前提下在 A 股上市。为什么？他如果不在海外上市，他钱怎么出去啊？那你想一下，这些科技公司在国内上市，国内给你融一大堆的资，上市融资，然后你卖掉股票变成人民币，全在国内，我出不去怎么办？这不傻吗？那太风险太大了。所以科技公司都是要在海外上市，这些私营企业都要在海外上市，海外上市再把钱在海外。
那也需要弄点回来，但大量的钱都在海外，否则怎么把钱搬走？这是最重要的。你刚才讲的这个有这种因素，但是核心的动力还是他自己决定在哪上市。情况，美国中小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动力，因为它没有大公司那么多的限制。当中小企业成功开发了一样创新产品，大公司就会把它买断。这在全世界都是这样。但是你要知道，很多中小企业它的产品买家来自中国，就是中国很多中小企业的这些新技术、新产品，买家是中国企业。中国企业买了以后，在国内继续开发、孵化，然后包装，然后上市。中国大部分的企业就是技术型的企业，大部分是从美国买回去的。是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技术交易的监管对中国影响非常的大。这个很厉害，这个很厉害。情况15年左右，外卖火起来，那个时候和朋友到饭点，就在饿了么和美团两个平台比较和选，看哪边便宜。当时一份10多元的快餐，新人优惠、店家优惠、分享抢红包等等各种名目的优惠，最后一份饭实付2、3块钱。王先生分析的很对，当时大平台是靠砸钱把自己壮大，把小平台打死。现在大平台脚跟站稳，就恢复了正常价格。当然，虽然还有红包，但是很少。谋求利润，就出现了侵犯骑手的权益。这里面很重要的是什么？其实真正平台真正获利是在哪里？真正获利是跟企业的分成跟店家的分成。每个城市不一样。我印象中深圳是抱歉，深圳是22%应该是这样。22%是很高的分成了。观点：中国的军工企业华为不会真的被制裁，肯定会居居在其他公司继续存在。如果不叫华为，那它存在也没有意义，对吧？你说是不是？大家记住，华为的价值有一半在这个名字上。如果它不叫华为，它继续存在，它的意义也没那么大了。这个很重要，好吗？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